这是侯明昊的最新电视剧，他是镇西侯世子百里东君，父亲是杀敌10万的镇西侯，母亲是独一世家最疼爱的女儿，舅舅更是独步天下的温壶酒。他从小就有灵兽保护，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。这天他强行介入西南道第一世家之争，在顾家与燕家的婚礼上公然开始抢亲。这次他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顾家家主顾洛离抢亲。顾洛离与燕小姐从小青梅竹马，本应该有一段完美的爱情，却因为燕别天的贪心，最终导致两人天人相隔。放肆！他是个死人！可若不是你们害的，他又为何会变成一个死人？兄长不如问问我的意见，我燕琉璃愿意嫁给顾洛离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在爱人的眼中，那个人便是那个人，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只要是他，那便是独一无二、最珍贵的存在。燕琉璃擅自做主，专门请百里东君喝他们的喜酒。燕别天看到计划被人破坏，当下恼羞成怒，立刻让属下杀了百里东君，然后将他的死嫁祸顾家。反了你了！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杀手才不管这些，当下就朝百里东君袭来，不料却被白琉璃一口龙盘直接击落在了地上。这时四面八方的锁链将白琉璃牢牢困住，他开始不停的挣扎，让百里东君不小心从空中跌落。还是司徒长空眼疾手快，及时出手救下了他。现场发生的一切都在月瑶的算计之中，他一直想光复北阙，寻找传说中的天生五脉，而百里东君就是他要找的人。陈长老提议等双方斗得两败俱伤时，再趁机劫走百里东君。现在顾洛离的死已经非常清楚，就是武叔为了家主之位，暗中联合了燕别天，最后设计将他坑杀。知道真相的顾剑门体内爆发出一股真气，他要替哥哥报仇雪恨。我顾家生于危难后连胜3代，在西南道从来只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我们顾家为何以商成名，却又以武呼名？为的就是不妥协，不对任何人妥协，不对任何事妥协。武叔，你不配做我顾家的，你大胆！武叔还没看清局势，以为顾剑门还是那个受哥哥庇护的二公子，他似乎早就忘了，顾剑门身为8公子之一，实力和成就已经在哥哥之上。在他斩杀了武叔之后，又把矛头对向了燕别天，他才是幕后主使，最应该被千刀万剐的人。在顾剑门的愤怒下，燕别天不敢大意，只能全力对抗。可他还是小看了顾剑门，在他的一招绝杀之下，燕别天最终死在了他的剑下。妹妹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虽然伤心欲绝，可这就是燕别天应得的下场，因为是他事先害死了顾洛离，害他们天人两隔。燕别天罔顾道义，陷顾燕两家于不义，死有余辜。从今日起，燕家家主由我燕琉璃接任，燕家的兄弟可有不服？既然如此，那婚礼就到此为止。婚礼还是要进行，只不过我不嫁你。燕琉璃已经下定决心，就算顾洛离生死道消，也要与他完成这场婚姻，因为这是他从小的梦想。男人刚暴露自己的天生五脉，就被老人用功法捕捉到，这种武道圣体万中无一，能助北皇虚念功修炼大成，到时北阙才有复活的可能。陈长老作为北阙大臣，说什么都要绑走百里东君。司空长风直接一枪挡在了陈长老的身前，但凭他现在的功力，根本阻止不了多久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百里东君很想帮忙，可他根本就不会武功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突然飞来一只葫芦，陈长老只是用手抵挡一下，整个手就开始溃烂，因为来的人正是独步天下的温壶酒。你真卑鄙，竟然下毒！这话说的真好笑。让温家的人不准用毒，就好比让剑客不准用剑，都是耍流氓。看到陈长老被毒素侵蚀，瞬间化为灰烬。白发仙知道大势已去，于是和同伴迅速离开了此地。月瑶知道计划失败后，他似乎并不意外，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后手。1年前他在蓬莱仙岛见到百里东君的那一刻，就知道他怀有天生五脉，可身体却没有丝毫内力。他就用自己的美色埋下引子，不断的蛊惑百里东君，希望他能早日名扬天下，那时就会主动来找他。当年北阙、西楚、南阙3国围攻北冥，南阙退败，西楚和我们北阙亡国。父皇带我们退守天外天后，为了死关修炼虚念功，以寻复国之计，而只有带回那天生五脉，助父皇修炼大成，我们北阙才有复国的希望。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因为虚念功太过霸道，而百里东君又没有武学根基，承受不住这股强大的功法，所以他们现在只有等待时机，等百里东君变得更加强大。这次经历一场大战，司空长风的旧伤发作，当下就晕了过去，还是温壶酒用以毒攻毒的方法，在他身体里面中了5毒断肠，这才强行吊住了性命。可温壶酒并不会解毒，而是给了司空长风一张地图，让他去找叫新百草神医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，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，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这就是温壶酒不轻易出手的原因，因为他自己种出来的毒自己都不会解，就如同他背后的3个大字一样。还好司徒长风有10日时间，不然时间一到，整个身体就要溃烂。司空长风为了活命，只能与百里东君分道扬镳，立刻骑马去找叫新百草的神医。经历这一次事件后，百里东君想明白了，只有拥有真正的实力，才能保护兄弟和朋友，所以他准备前往剑城，寻找一把绝世名剑。百里东君为了寻找名剑，和叔叔来到了神剑镇，他发现这里就连小狗背上都背着一把剑，于是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热小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
不好意思。原来这就是剑狗的由来。神剑阵可以说是个剑种，不管你生前是何种高手，死后所有佩剑都会存于剑灵，等待4年一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所以每到剑灵开启，各大高手就会汇聚一起，寻找心中所谓的名剑。这次大会由名剑山庄少庄主魏长风亲自主持。只见他随手一抬，空中就降下仙女，开始弹琴奏乐，这代表比试开始，剑士们会上场争夺佩剑。这时温壶酒开始为他讲解，世上的剑一共分为4种，第一品高山是凡剑所不能达到的高度，第二品沧海100把高山才出1把沧海，第3品云天可凌云九田20万五，第4品仙关，这是真正的天外之剑，非大机缘者不可求也。凭舅舅在剑上的本事，取1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，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比一下？刚好这次的剑灵大会，最后一把神剑便是仙宫。百里东君虽然喝醉，但也知道这是天大的机缘，他自然不会放过。可盯上这把仙宫的，并不只有他一人，还有少年天才叶鼎之。大家都认为百里东君必输无疑，就连叔叔都不看好这场比赛。可百里东君在醉酒状态下，表现出了超凡的天赋，将父亲教的逃跑轻功发挥到了极致。可不会任何剑术的他，不可能赢下这场比赛，最后还是被对方击倒在地。其实他不是不会剑术，而是师傅教他的剑术，只有在醉酒状态下，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。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明天，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幸百里。百里东君不愧是天生武脉，师傅只是舞了一遍，他就全部记在心中。此时他的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方圆10里的剑感应到他的剑意，纷纷发出共鸣，因为百里东君将师傅的西楚剑歌完美的发挥出来。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。世传这只有3点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。何况在百里公子使用招数是一模一样，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领悟了西楚剑歌的百里东君，就宛如脱胎换骨，叶鼎之再也不敢小瞧，只能拿出全部实力对抗。双方交手10几招下来，依然没有分出胜负。可这并不是百里东君的极限，他每多喝1分酒，对西楚剑歌的招式就多领悟1分。那么这一场大战，到底谁胜谁负？